我没有想到，看似七零八落、平凡的感知，深入其中，有意思的地方还特别多。我从早上8点开始扫街，走到下午2点左右，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城郊的团结村。村庄独特的牌坊和村里一座若隐若现的寺庙吸引了我，凭经验就知道这里肯定能出几张大片。村口唯一的凉粉摊，不知道一天能卖几个人。一系的客人静静的来，吃完又静静的离去。可能是高原气候寒冷，每户人家都关门闭户的，村庄显得特别安宁。红色、绿色的经幡都静止了飘动，温暖的阳光倚靠在被岁月洗涤的老式木房屋的墙皮上，像一对耳鬓厮磨的恋人。闲着晒太阳聊天的老人都轻言细语，没有任何突出的声音和动作来扰乱这种时光漫流的和谐。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生活过于嘈杂和奔忙，多年以后我都能记住这种时光停滞的气氛，那种温暖和安宁宛如无声的梦境。我漫步在村庄并不宽敞的巷道里，偶尔会遇到个别走过的村民和僧侣，会相互微笑点个头。所有人对我这个外来客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包容，没有任何介意的目光。藏区建造最奢华的就是寺庙，每个角落都有特别讲究的装饰，大红大金描绘镶嵌，富丽堂皇，神像俯视动身，昏暗中油灯的光影点缀，营造出一种特别的神秘和庄严。寺庙里外的僧人和香客都不多，我像一个隐形人一样靠近他们，把相机快门静音，确保在安静的寺庙里拍照不打扰到别人。有少量的藏民围着寺庙转圈走动，路过经筒就转一转，心无旁骛地默念着经文。我没有久留，走出寺庙，在胡同里看见了这一家4口，他们可能也是去寺庙朝拜的村民。当我举起相机，大人和孩子立刻就停下来，原地不动了，礼节性的等我拍照。我放下相机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我拍得这么快，2个小朋友还站着等我。我立刻想到，不如走近再拍几张特写。当他们看到相机里的照片，小朋友特别兴奋。本来想让孩子们的父亲留个地址，以后给他们寄照片，但他不识字，而且语言也听不懂。看着非常可爱的3个小朋友，我想在告别以前应该表示点什么。身上也没有糖果，就顺手掏出了5块钱，塞到小朋友手里。看着这一家大小消失在胡同拐弯之后，我马上又意识到这种直接给钱的做法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妥。早在我旅行出发之前，就跟一位老驴讨论过这个问题。他曾说，在旅途中你千万不能扮演一个施舍者，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别人的生活，结果会有害无益。看来我还是会冲动，没几年就应验了这种说法。有一次我自驾车到纳木错，一群小孩围上来要钱，不给钱就趴在车门上掰住反光镜不让走，给少了还不行，纠缠不休。可以说这都是游客先出于施舍的好意而导致的。他们认为游客都很有钱，为什么别人能给你就不能给？别人给的多，为什么你给的少？甚至对不予施舍的游客产生一种仇视心理，特别是在游客较多的景点，这种情况尤为明显。06年到08年是中国社会形态的大转折。当时我的旅行，除了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，陌生人之间还保持着基本的善意。毕竟有些人还是第一次看见相机，可能还是第一次看见游客。我的旅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就算没有旅馆和饭店，在哪里都能找到吃住。有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，我会到商店买一些价值相当的烟酒物品来回礼，不能图省事给钱，给钱的性质就变了。从团结村出来，我又步行到了甘孜市。中午没吃饭，走得又累又饿。到了甘孜市才发现时间也不早了，就在外面看了看没进去，因为走回旅馆还需要时间。
遥望远处的大雪山，接下来将要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雀儿山。这是一条盘旋于雪山高崖上最早的非铺装土石公路，它的险峻程度也是很多人不走这条路进西藏的原因。这是一条走之前令人惆怅，走完让人后怕的天路。现在应该修建了隧道，再也不用走这样的路了。真切他嘛，菜里内面好拉修，俺一真切他嘛，菜里楼间好拉修，好拉修。